1989年，美國聯邦調查局宣布了一項足以載入槍械史冊的決定，他們計劃為所有特工配備一種新型大威力手槍彈藥。這一決定絕非心血來潮，而是源於1986年邁阿密槍戰後的一次深刻反思。FBI 認為當時配備的手槍彈無法及時制止歹徒，暴露了裝備上的明顯不足，並造成了極其沉重的代價，所以決定換裝威力更大的10毫米手槍彈。10毫米彈的槍口動能是.45 ACP 手槍彈的 1.5 至2倍，因此不難理解美國聯邦警局為何對其如此熱衷。然而問題很快顯露出來。10毫米彈對槍械結構、材料強度和可靠性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。許多廠商試圖打造出能夠馴服這顆子彈的武器，但真正成功的型號卻屈指可數。那麼歷經數十年迭代，如今真正能駕馭這顆強悍彈藥的手槍究竟有哪些？你心中的王者之槍又是否在我們的榜單上？本期我們將帶你深度解析2025年最佳10毫米手槍。看完你就明白哪一把才是真正釋放10毫米全部潛能的終極武器。第10名 Glock 29 Gen 4。如果你覺得10毫米大威力彈藥天生就該服務全尺寸大塊頭手槍，那 Glock 29 Gen 4絕對就是個反例。它是這份榜單裡體型最小的成員，卻硬扛着10毫米彈的狂暴動能。它能入圍，關鍵就贏在緊湊槍型裡。你想啊，10毫米彈藥壓力本來就大，再配個小槍身，先天就容易出問題。但 Glock 29靠 Gen 4的雙彈簧导桿，把那股猛後坐力控制得恰到好處，再加上 Safe Action 安全系統兜底，相當於解決了小破槍扛住大威力彈药的核心難題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隱蔽携帶，能日常隱蔽携带的10毫米手槍真沒幾款，這就是它能上榜的硬底氣。當然，它的缺點也很明顯。首先，後坐力真的很大，槍口上跳非常嚴重。其次，短槍管導致火藥燃燒不充分，近距離開槍時，槍口焰又大，噪音又刺耳。論射擊舒適度，遠不如全尺寸大塊頭的10毫米手槍。Glock 29是緊湊型10毫米裡的天花板，卻很難把這個口徑的真正優勢釋放出來。而下一款上榜的這款就完全不同了。第9名，岩島兵工廠 TAC Ultra FS-HC。TAC Ultra 是一款雙排彈匣全鋼1911型手槍，它能容納16發10毫米彈藥，這種火力配置在1911手槍中實屬罕見。而為了駕馭這份火力，槍身結構必須足夠扎實，全鋼槍身帶來的重量反而成了優點，哪怕使用全威力10毫米彈藥，後坐力也比你想象中更可控。速射時復位快，穩定性高，不会像一般大威力手槍那樣難以駕馭。瞄準系統採用可調節照門和高亮度光纖準星，白天瞄準時，光纖準星能迅速進入瞄準視野。還有戰術導軌，想裝戰術燈、激光指示器都沒問題。最關鍵的是性價比，全鋼槍身、雙排彈匣，不到$1000的價格。說它是10毫米裡最具性價比的1911手槍，一點不誇張。下款槍曾因威力太猛被市場拋棄，後來卻在二手圈封神。而它也正是10毫米手槍真正意義上的開山鼻祖。第8名，科尔特三角洲精英型。1986年邁阿密槍戰讓 FBI 開始重視大威力10毫米手槍彈，科爾特也順勢在經典的 M1911A1 基礎上打造出了這款三角洲精英型手槍。它是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全尺寸10毫米手槍，採用經典單洞設計，配備5英寸槍管，標準容量8發。上市之初，三角洲精英型很快成為執法人員和硬核槍迷關注的焦點，但現實問題也隨之顯現出來。10毫米彈藥的後坐力讓不少使用者望而卻步。隨着市場熱度消退，科爾特最終在90年代無奈停產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停產後的三角洲精英型在二手市场反而持續升溫，玩家們為它的精準度、純正的1911手感和復古氣質所着迷。最終，科爾特在2009年重啟生產線，讓這款經典型號重新回到大眾視野。在實際用途上，三角洲精英型手槍也並非只存在於靶場。在北美獵鹿季這類合法狩獵場景中，有資深獵手曾在約15碼的距離內，用1發全威力10毫米彈成功狩獵一頭野豬。這類實際使用案例，也正是他在獵房領域長期被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第7名，史密斯威森 MP2.0 10毫米。近年来，隨着北美狩獵、露營和戶外活動需求持續升溫，10毫米這種大威力手槍彈迎來了新的關注熱潮。
但一個老問題始終存在：傳統10毫米手槍要麼是全鋼結構，重量太大不便攜帶，要麼是後坐力過大，普通用戶難以控制。史密斯威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出了 MP 2.0 10毫米版，直接填補了全尺寸10毫米聚合物手槍的市場空白。這款槍的設計思路非常明確，不是降低10毫米的性能，而是通過結構來消化它的後坐力。在 MP 2.0 全尺寸框架基礎上加長槍管，優化槍機質量分配，同時聚合物槍身依然保留了輕量化優勢，避免為了追求威力而犧牲操控體驗。第6名，斯普林菲爾德 XDM 精英10毫米。如果說前面幾把槍解決的是10毫米能不能用，那斯普林菲爾德 XDM 關注的是好不好用。這是一把明顯帶着竞賽基因的10毫米手槍。斯普林菲爾德并沒有單純追求更厚的槍基或更重的槍身，而是從結構上入手，通過較高的握把位置、深切割滑套和扳机的短復位执行成，把10毫米的后坐力拆解分散，讓射手在速射時依然能穩住節奏。更誇張的是，它的16+1發彈匣容量，在10毫米手槍裡是極為少見的配置，也直接讓它在連續射擊時優勢明顯。第5名 Glock G40 10毫米。如果說斯普林菲爾德解決了10毫米好不好用的問題，格洛克 G40 Gen 4直接把10毫米在戶外場景下好不好用拉到了新高度。它就是為狩獵和長距離精準射擊而生。格洛克沒有跟風做緊湊款，反而給 G40 Gen 4配了長達6英寸、約155毫米的冷斷槍管。這在10毫米手槍裡堪稱長槍管天花板。別覺得槍管長沒用，10毫米彈藥在長槍管裡能充分燃燒，槍口初速可達380到420米每秒，穿透力和停止作用直接拉滿，有效射程還能覆蓋50到80米，防備野豬等中型獵物攻擊綽綽有餘。更關鍵的是格洛克的可靠基因，強化後的鋼制滑套加聚合物槍身，哪怕在戶外泥濘、低溫環境下反覆使用，也能穩定供彈。15發彈匣容量不算極致，但在狩獵場景中完全夠用。連續射擊時，槍口上跳幅度也遠小於同類戶外手槍。當然，代價同樣明顯，6英寸槍管加全尺寸握把，讓 G40 幾乎不具備隱蔽攜帶的可能，更偏向開放攜行與特定用途。再加上空槍重量接近820克，長時間徒步攜帶對體能也有一定要求。總結一句話 ，Glock G40 並不追求全場景通吃，而是在戶外狩獵、長距離精準與可靠性這幾項核心指標上，把10毫米手槍的潛力釋放到了一個極高水準。這正是它穩居第5名的真正原因。第4名，金箔 Rapid 1911 10毫米。如果說前面幾把10毫米手槍講的是實用和野外生存，那金箔 Rapid 上來走的就是另一條路。第一眼你就能看出來，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老派1911。Rapid 系列標誌性的斜切滑套線條、貫穿式開窗設計，在強光下非常醒目。這些切削不只是好看，還能有效減輕滑套重量，讓10毫米這種高壓彈藥打起來不再那麼生硬。單動扳機是它真正的殺手鐧，短行程乾脆的斷點，讓射手在中距離射擊時非常容易壓準。對熟悉1911操作邏輯的玩家來說，命中率幾乎是白給的。這也是為什麼 Rapid 在靶場和實用射擊圈裡口碑一直很穩的原因。容量方面，8發確實談不上多，但金箔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拼持續火力，他追求的是精準和射擊節奏。當然缺點也很明確，價格偏高，對保養和射擊姿勢更挑剔，對新手並不友好。但只要你能駕馭它， Rapid 就能給你一種非常高級的體驗。金箔 Rapid 1911是榜單裡最貴也是最講究手感的一把槍。它不追求全能，但在精準操控和射擊質感上，把10毫米打出了不一樣的風格。第3名，西格绍尔 P320X10。如果說前面的10毫米手槍是在壓住這顆彈藥，那 P320X10 做的是重新定義10毫米該怎麼用。X10 並不是把傳統 P320 簡單放大，而是西格專門圍繞10毫米高壓彈藥重新打造的一整套系統。更厚實的全尺寸滑套，更強的附近機構和更長的行程，目的只有一個，讓10毫米的威力變得可預測、可重複。真正讓 X10 脫穎而出的是它的射擊節奏，高握把設計讓膛軸非常貼近手部，配合 X 系列標誌性的平直扳機，在連續射擊時槍口回落非常乾脆，不會拖泥帶水。
你能明顯感覺到這不是在頂住後坐力，而是在順着它的節奏打。15發彈匣容量在10毫米世界裡已經屬於理性上限，既保留了足夠的持續火力，又不會讓握把粗到難以握持。無論是靶場訓練還是戶外隨行防衛，它都顯得非常現代，非常冷靜。當然，它也有小遺憾，全尺寸設計加 5.5 英寸槍管，體型偏大，約$1500起的售價，比一般聚合物手槍高出不少。總結一句話，西格绍尔 P320X10 是10毫米手槍裡找不到明顯短板的六邊形戰士。它不執着於某一個單一優勢，卻把精準、可靠、操控、戰術性全部拉到頂級，這就是他能力壓一眾強手，穩坐第3名的核心底氣。第2名 FN510 Tactical。10毫米手槍一直有個老問題，威力大，但容量就少。FN510 Tactical 的出現打破了這個魔咒。它擁有15到22發的超大彈匣，連續射擊能力甚至接近輕型衝鋒槍。這可不是簡單把10毫米塞進手槍裡，而是專門為這顆彈藥設計的平台。握把經過優化，即便滿彈也能穩定射擊。防潮低，附近簧和緩衝墊組合，有效降低後坐力，讓射擊更可控。原廠配備螺紋槍管、光學瞄具接口，戰術適應性很強，無論加裝紅點、戰術燈還是激光指示器都沒問題。總的來說 ，FN510 Tactical 不追求全能，而是在戰術可靠性、射擊穩定性和火力容量上，把10毫米的潛力發揮到極致。第1名 Glock 20 Gen 5。如果有人問，在野外選10毫米手槍到底該挑哪一把？那答案只有一個：格洛克20。在阿拉斯加，這槍可是出了名的防熊利器。15發的彈容量直接在握把尺寸、載彈量和操控性之間找到了完美平衡點。它不像長槍管型號那樣笨重累赘，又比緊湊型10毫米手槍更好掌控。不管是獵人、森林巡護員還是野外工作者，日常攜帶毫無壓力，遇到危險又能立刻派上用場。尤其是戰5版本，還專門強化了槍機和附近系統，再加上格洛克祖傳的低膛軸設計，就算是全威力10毫米彈藥速射，槍口也能穩穩控制。更絕的是它的可靠性。在低溫、泥水、雨雪這些惡劣環境裡，這套簡單粗暴的結構反而成了最大優勢。要知道，在阿拉斯加野外遇到猛獸攻擊，你根本沒有第2次機会去排除故障。Glock 20能脫穎而出，靠的就是在最糟糕的時刻，依然能一槍擊發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需要一把能野外防熊、關鍵時刻保命的10毫米手槍， Glock 20 Gen 5就是行業默認的標準答案，這也是它穩坐榜首的底氣。如果你在阿拉斯加野外只能帶一把手槍，你會選哪一款呢？趕快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想法。感謝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